前几期我们详细聊了神秘的罗斯威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罗斯威尔的系列专题，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飞碟技术、外星人访谈。在这里提醒一下，未经证实，请当脑洞故事观看，包容的去看待这个神奇的世界。上期我们聊到，传说1947年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后，美军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秘密回收了飞碟和外星人。今天我们来聊人类秘密前往外星球的泽塔行动。在此之前，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那名幸存的外星小灰人，代号1B1，最后被转移到沃尔德里德陆军医院，接受美军的抢救治疗，并存活了下来。在接下去5天时间里，美军将他保护起来，给他最好的照顾，并多次尝试和1B1进行沟通。最后，一位情报学专家因精通读心术和冥想，才和这名 1B1 沟通成功。原来，小灰人 1B1 是来自于距离地球39光年外的王古座泽塔双星系，并且他们不是唯一到访地球的地外生命。而身体康复后的 1B1 还向美军详细解释了飞碟的构造以及动力系统。随后，美军让 1B1 向他们自己的母星球发送信号，信息包括他们的飞碟已经坠毁，其他灰人已全部死亡，1B1 被人类善待，以及人类希望与小灰人建立联系。因为地球空气对小灰人的腐蚀严重，5天后 1B1 死亡。在他去世前，1B1 总共向小灰人星球发送了6条信息，直到多年以后的1952年的12月，事情才出现了转机，美国军方才首次收到来自泽塔星球的回复。最终经过长时间断断续续的联系，美军和外星人达成协议，小灰人将在1965年7月派遣外交人员来到地球进行交流，飞船将会停在人迹罕至的51区秘密基地。小灰人要求将罗斯威尔事件中遇难的小灰人遗体全部带走，到时他们同时将会带12个地球人前往泽塔星球，进行为期10年的友好访问活动，并且小灰人会留下1名科研人员来协助美军。为此，美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几年后的这项任务必须由职业的军人来执行，并且这些人必须是单身，最好是没有孩子，如果是孤儿更合适，毕竟这项任务风险极大，而牵挂越少的人越适合这项行动。经过2年的高强度训练，其中包括心理、体能和生存技能的训练后，最终有12名军人通过测试，他们中有空军上校、语言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还有医生。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机密的行动，所以美军抹除了这12个人的所有身份识别记录，包括社保记录、税收记录，还有医疗保险和兵役证明等等，他们全部被列为了战场失踪人员。1965年7月24日的下午，泽塔星球的原型飞碟穿过地球大气层，如约而至降落在51区的秘密空军基地。从每架飞碟下来的小灰人，他们都身穿精细金属质地的紧身制服，身高也和之前我们聊过的小灰人一样，大概1.2米左右。这些泽塔星球的外交官受到了美国16名高级官员的接待。按照之前的约定，美国12名参加外星友好访问的军人最终登上了飞船，与他们随行的还有40吨的食物物资，以让他们在泽塔星球的10年时间里有充足的时间去更好地了解泽塔星系的人文科技和生态环境。而作为泽塔计划的一部分，小灰人带走了罗斯威尔事件中遇难的外星人遗体，1名泽塔科研人员留在了地球，协助美国开展科研工作。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泽塔小灰人还赠送给美方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一份记载着地球完整历史以及宇宙的奥秘的黄皮书。而这黄皮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块类似水晶的透明物体，这个物体21英寸厚，只要集中思想，注视着它，里面就会给你显示你想知道的数据信息，类似于现代人类的全息投影。而在这段长途的星际旅途中，这12名军人可以在飞船内自由的活动，他们并没有处于失重的状态，也就是说泽塔小灰人的科技可以模拟出重力环境，但泽塔小灰人限制他们摄影和拍照，只被允许进行书面的记录。起初，因为外星飞船在星际穿梭中移动状态剧烈变化，
这12名军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头痛。最后，经过9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一行人终于抵达泽塔星球。已知泽塔星球距离地球39光年，就算是按照光的速度去行驶，都需要39年才能到达。可小灰人的飞船仅只用了9个月，就已经到达目的地。当飞船舱门打开的一刹那，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泽塔星球的地貌尽收眼底。这里和新墨西哥州的51区沙漠有几分相似，一眼望去都是沙土，只有少量的植物和起伏的山峦。他们抬头看到，在清晰的蓝色天空中，竟然挂着2个太阳。由于光线太强，在没有墨镜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都快受不了了。太阳照射的强度实在太大。当他们走下飞船，发现很多泽塔小灰人正等待着他们，并且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泽塔灰人迎面走了过来，他比任何小灰人都要庞大。这个泽塔灰人通过心灵感应说，欢迎他们来到泽塔星球进行访问交流。同时他们被引领到一个开放的场地，这地方有点像阅兵场。而在简短的欢迎仪式后，这12名军人就被泽塔小灰人安顿好住处。12名太空人花了几个月，才逐渐适应泽塔星球上的生活。和地球比起来，泽塔星球要稍微小一点，地球直径为12743公里，泽塔星球为11616公里，泽塔星球自转需要43小时。大气层和地球的很相似，只是大气比较稀薄。在泽塔星球上，人类可以正常的呼吸。但是2个发光的太阳是最严重的问题，辐射强烈，地面温度一度达到107摄氏度，太阳光线的强度实在太大，甚至阳光照在身上会产生刺痛感。尽管这12名军人住在地下设施中，但是依然热得难受，每天都是在大汗淋漓下度过的。最终他们被小灰人迁移到了相对凉爽的泽塔星球北半球，而他们最终在泽塔星球克服了各种困难，同时按计划开展各项科学研究，努力地收集着泽塔星球的样本。那么泽塔小灰人怎么会居住在这么不利生命繁衍的星球呢？原来泽塔小灰人的文明已经发展1万年，他们并不是泽塔星球的原住民。大约5000年前，他们的星球因极端的地壳运动导致各地火山喷发，所以他们不得不迁徙到泽塔星球上生活。而为了抵抗强烈的太阳辐射，泽塔星人的皮肤经过进化变得既坚硬又富有弹性，他们的大脑容量也比人类大很多。人类的脑容量一般在1135毫升左右，而他们的则是1800毫升，他们的 IQ 更是高达人均200。另外，泽塔星球的社会结构非常特别，人人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星球上约有65万小灰人，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一种没有轮胎的悬浮设备，并且那里没有货币，也没有犯罪现象，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按需分配的状态，一切都井然有序，甚至是生育繁殖以及搭建建筑物都需要提前规划。最冲击他们认知的是，有一次他们被小灰人带到了一个很大的建筑物中，原来这里是小灰人的生物实验室，这里有成千上万个透明的容器，每个容器里都装着一个宇宙生物的尸体，从外形肤色上看，每个都各不相同。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了。泽塔小灰人解释说，他们正在做一个无性繁殖的实验，只要能成功，泽塔人的繁衍将会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当时60年代的地球人还不懂得什么是基因，根本无法理解小灰人的实验项目。泽塔行动原本预计10年，但实际延长了3年，而从地球上带来的40吨食品物资最终被消耗殆尽，于是他们不得不食用泽塔人的食物。可是那些食物相当难吃，据他们后来描述，那些食物根本没有味道，并且口感很糟糕，就像是在吃纸片一样。13年后的1978年，他们最终乘坐小灰人的飞船回到了地球。因为在外星生活科研期间，有2人意外去世，另外有2人自愿继续留在泽塔星球，所以最后只有8个人回到地球。而这8人抵达地球后，就迅速被美军隔离了起来，撰写了长达3000页的报告。随后几年，这8人陆陆续续离奇的死亡，最后一名是在2002年去世的。据研究称，
主要是遭受到了泽塔星球上的2个太阳的辐射导致的，和其他未被公布的原因。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泽塔行动的另一个隐蔽代号是水晶骑士行动，后来改名为赛博计划。而最令人好奇的是，选择继续留在泽塔星球上的那2人，他们后来又都经历了什么呢？对于爆料的这起跨越星际的外星交流事件，是真的存在呢，还是爆料人的猜想呢？到底是真是假呢？这就需要我们理性去判断，未经证实，不必太过当真，就当脑洞故事来增加有趣的知识。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